这个我在沈阳见过。朝鲜呢，它的风俗不就是用脑袋顶东西吗？顶水，顶粮食。你好，我是阿树，加速闯东北第51集，我将离开最大的中国朝鲜边境城市，与朝鲜新一州隔江相望的辽宁丹东市，沿着东北最美边界线国道 G331一路北上，前往另一个中朝边境城市，那里曾是高句丽王朝的都城所在，也是东北唯一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。但在离开丹东之前的最后一个夜晚，我们先来逛逛丹东夜晚必去的一个地方。好嘞，这个晚上游客能去哪呢？不去泡吧的话，那就是来安东老街啊，东北小吃吧。这个美食街哈，哦，这地方有点意思啊，晚上那么冷啊，在室内吃吃小吃啊，看看戏，这里有戏可看啊。韩子，朝鲜族的，啊。朝鲜呢，它的风俗不就是用脑袋顶东西吗？顶水，顶粮食。谢谢谢谢。这个北方可太稀罕绿色了。老北京爆肚啊，卤煮火烧啊，都吃了，在北京的时候。关东煮、章鱼小丸子啊，这个名。我没点事儿，就你这个鸡多少钱？这个做一圈20。一圈有多长时间6分钟左右。我给你介绍介绍咱们老街的街道小吃。清真餐馆，雪棉豆沙啊，这个我还没吃过，呵呵，这个也是在沈阳看过，也是东北特色小吃美食。这个尝一尝这个东北特色小吃雪棉豆沙。它这个白色的部分是用蛋清做的，有点像吃鸡蛋清的那个口感啊，但是比鸡蛋清要更绵软一点点。它的味道主要来自于里面的馅啊，这个可能是红豆馅的，热乎热乎的，然后就里面的红豆馅有点甜，还不错还不错。安东老街民俗艺术团。这个安东老街是免费进来的，所以一些中老年人啊，晚上没地方去就来这里坐着消遣时间啊，而且可以看民俗演出啊，特别好的这个地方。手打虾滑、韩国鱼饼，这个一份多少钱呀？小份15，大份20。你可以他俩拼，鱼饼和年糕可以拼。鱼饼辣的行吗？很辣吗？不是特别辣。可以可以。这东北的美食还是韩国的？不是韩国的。啊，鱼饼哈。对。年糕少一点呗。来份鱼饼。对，炒年糕还是炒年糕。那35啊？嗯。葱花、酱油、小米辣都行。要啊。海苔都可以哈。对对对。米肠。谢谢。哇，这里好多的美食啊！年糕串、鸡肉串啊，7元1串，20元3串。谢谢。哦，这个地方还挺大的，小吃摊特别多，冷面啊，还有各种非遗美食。这个丹东特色美食啊，招牌炒碴子，这个是玉米面啊。
哦，这个海胆烤蛋啊，一个30。对，来几个？炸鸡沙拉拌饭。老码头焖子清蒸啊，待会儿再来尝一下这个著名丹东小吃，还没吃过。驴友火烧，好多想吃的。驴肉火烧啊，纯肉的23，肉夹焖子18。找到一个公共区的位置，在这吃个这个炒年糕，这里面有那个暖气啊，还挺热的，脱了外套。新型的鱼饼啊，这个炒年糕，海苔啊，下次去韩国旅行的时候，再看看正宗的这些炒年糕跟鱼饼啊，跟咱们国内的是有什么差异吗？它这个甜辣味的，有点像吃面的口感，挺好吃的。特别是它裹上这个海苔以后，海苔芝麻口感更丰富了。试一下这个鱼饼啊，比心15块钱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味道挺好的。鱼饼的口感，这个汤汁是灵魂。要点赞啊！它大冬天的室外都很冷啊，那么不需要买门票就能进来溜达，而且看看、吃吃、听听，而且很温暖啊。有一些商铺它是集合了几家小店的啊，装摊子、炒叉子、烤冷面、煎饼果子和乐面啊，这里的服务员都是穿着那个东北特色的大棉袄子啊，大花棉袄子。真的是万物皆可搭配啊，叫冻梨冷面，冷加冷，进来就有一种感觉，就恨自己的肚子就这么大，好多想吃的。有一个他在这厨房啊，他专门搞白天哈，他专门搞北航涮串。好吃小海鲜，这是大黄蚬，尝尝。大黄蚬子可好吃了。冷的吗？阿甘锅盔啊。知道网红小吃叫焖子啊，淀粉，淀粉啊，没辣椒吗？可以，麻酱啊，麻酱。番茄酱、香油、醋、辣椒酱。
老东北味道，脆皮炸糕。今晚吃的第3个东西了，这个我在沈阳见过。它这里的店铺应该是严选的，为了保住这个安东老街的招牌啊。麻酱花生酱是我很爱的一个调味料。它裹上这个辣椒酱跟花生酱以后啊，就口感很丰富啊，还挺好吃的，真不错。可惜我现在有点饱了。你看它外面那一层有一点点焦的感觉啊，里面就很糯、很软、很嫩，不错不错。这个是第一次吃到，还特别好吃。有这个辣椒酱不是很辣，花生芝麻酱也很香。朋友们来丹东的话，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焖子，不错，而且很有地方特色，软糯 Q 弹。好吃是好吃，但是我饱了。2楼就稍微的安静一点啊，人也少一点。里面挂着朝鲜国旗啊，朝鲜服装出售。它这个地方定期每晚7点钟啊有曲艺表演，手办纪念品。在中朝边境辽宁丹东市住了2个夜晚以后，我搭车前往另一个中朝边境城市。汽车沿着中朝界河鸭绿江向北前进，车窗外能看到鸭绿江对岸朝鲜第4大城市新义州的城市剪影。鸭绿江大厦。丹东大酒店，看这个雕塑啊，百花盛开啊。煎饼果汁、手抓饼、烤冷面、肉夹馍、现磨豆浆，干净卫生。煎饼果汁、手抓饼、烤冷面、肉夹馍、现磨豆浆，干净卫生，好贵，好贵，欢迎啊！煎饼果汁、手抓饼、煎饼果汁。抓饼，欢迎啊！烤冷面、肉夹馍、干净卫生，好贵。煎饼果汁、手抓饼。里边有好多东西。这是甜的吗？黑色的。那部分那是咸的。抓饼、烤冷面、肉夹馍。煎饼果汁、手抓饼、烤冷面、肉夹馍。现磨冷面、肉夹馍、现磨豆浆。干净汁、手抓饼、烤冷面。老板，你做了多少年了？在这里5年。丹东火车站附近的丹东客运站，将沿着东北最美边境线 G331哈，从丹东到吉安约5个小时的车程，还挺实惠的。你看这么大一个煎饼果子才8元哈，吃个早餐。班车沿着东北最美边境公路G331一直北上，路过的这条河叫爱里河，它将汇入到鸭绿江，然后流入黄海，还挺美的。这个
在秋色的照射下。说到中国东北最美边境线，我们不妨延伸一下。中国陆地边境线非常长，属于世界上陆地边界最长的国家之一，与俄罗斯等国齐名。那么中国与14个陆地邻国接壤，陆地边界总长度约22000多公里。接壤的国家包括东北的朝鲜、内蒙古、俄罗斯包括这个西南的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印度等等。说到这里，就不能不说中国有3条非常有代表性的沿边国道，几乎都是顺着国境线，把中国2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一段一段连了起来。最有名的一条是 G219 国道，它主要是沿着中国的西部和西南边境延伸，穿过新疆、西藏、云南等地，被很多行者称为最硬核的边境公路。第2条是 G228 国道，它虽然不是走陆地边境线，但它基本沿着中国东部和南部海岸线铺开，被称为中国的沿海大通道。那么第3条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 G331国道，东北的丹东一带出发，一路沿着中朝、中俄、中蒙方向的北部边境向西延伸，是目前中国最典型的一条北方边境公路。姚沟大桥那么前面就能看到昨天去看的虎山长城、万里长城东端起点。看辽宁的江只是部分结冰了，很像哈尔滨的早就结得老老实实的。看到没有，朋友们？这就是著名的虎山长城明代的万里长城东端起点。冷不冷？它运动起来，动得起，它肯定不冷的。时胜必驾山山腰，有点气息。你看他们大热天的时候，那么7、8月份这个。G331国道继续往北那么我们会经过很多险阻的村落。那么在这个河边呢是围着铁丝网的，但是鲜族人呢他是有钥匙可以打开铁丝网。那么白天呢在河里打鱼，傍晚的时候就跟朝鲜人在河里面践行以物换物。这左边呢都是一些险阻的村落。最美国道 G331一路北上。虎山边境派出所，这是虎山镇现在太平庄这块不用打领了。看右边的，我昨天就来这家店，他把我拉到这家店，那位司机，他就让我在里面购物，我说我不需要购物。朋友们，能看到这个铁丝网外面的那个岛上的一些楼房吗？那就是朝鲜了朝鲜的新义州据说是朝鲜第4大的城市。这个每一个段都围着密不透风的铁丝网。看，朝鲜那边这个白烟袅袅的，到这段就没有铁丝网了，所以其实你要越界其实好像是有可能性的，但这是严重违法的事情。这是一个集市因草莓而生的，我天这么热闹！我要来这个集市。我记住这个村子了，就刚才那个乡村集市，叫古村子到时候以后有机会来古村子乡。我的天这个江河像海洋一样，像那种海洋峡湾一样，刚才从高处往下看太美了。墙边故房心边复明。这里是一个渔场吧公路是从高往低走的，所以从高处俯瞰这一片峡湾吧，真的好美
就不像是东北内陆城市该有的风景，比如说像东欧看到那个峡湾的感觉。这块是万亩桃源，这山上全是桃树。万亩桃源啊，蒋大为就在这唱那个“天大桃花盛开的土地”吧。哦，就在这拍的。哎，对喽，这山上所有90%全是这个桃树。桃树啊，它到时候春天会开。春天5月20号。啊，来这看桃花。这就是宽甸河口。是一个景区来的啊。对，就是桃花开了，漫山遍野全是桃花，非常漂亮。宽甸河口抗美援朝出征地。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下辖镇长甸镇。班车加油啊！丹东方向G331啊，最美国道。来到了这个加油站附近啊。我们看到河道里面已经部分结冰了啊！看，万物寂寥哈，但是车来车往的啊。永甸村，这里到吉安还有250多公里吧。在最美边境公路啊，一路上分布着各种景点啊，有自然景点，有历史景点。这是什么水果，师傅？这一箱一箱就是我们在丹东集市上看到的长蛹哈，是您自己养殖的吗？对。啊，今年收成怎么样？不好。为什么？太贵了，假的。太贵了。卖的贵不是好事吗？没有量啊，越贵。加油站的这个油箱吧，常常流水。现在像黑龙江的这个河流已经全部结冰了，根本看不到流水了。一些这个养殖户啊，把自家养的这个长蛹啊，应该是拉到吉安去卖吧。就看到街的路上啊，这个积雪越来越多了。你像农田里面都被白雪覆盖，看上去一片白茫茫的。越来越靠近吉林省了。吉安是属于吉林省的下辖县级市。我们将一路沿着东北最美边境公路G331，从辽宁丹东到吉林吉安，一路北上。车里很暖和，特别是太阳晒着的时候，暖烘烘的。可谁能想到，一窗之隔，外面就是零下10多度的低温。真的能明显的感觉到，这个越往北气温越低啊，这个积雪越多，白色的土地越多。那么现在呢，已经走了约一半的路程啊。地上的那些是玉米秸秆吧，围成一个小山。这里是大港川堡。
295、65、15。哇，到这个河流结边的面积就大得多了，比丹东那边。我说这家，在这不干活，干活坐一车回来，这省下的。说你吃了多长时间？去上4周，上那家看。我也不知道这，那别人给你弄的，你问问。我怎么说呢？我小鱼的。这个车每隔一段路啊，这个乡村的村民就上车啊，在路边摇车啊。到这河流完全的结冰了啊，朋友们。远处的玉米庄稼地上啊，堆满了玉米秸秆的小圈圈。看有人在冰面上行走啊，那个小脚印。我哪下河里面了？我说他庆刚开始水压高，我说都好几年了。这边这个。下去买套衣服怎么样？又遇过一个街道集市。那个凉，你得天天凉水啊，这个有效。你去问，我下次。老爷子载着老奶奶卖冰糖葫芦，这个东北小镇的一个景象。卖更多的摊位是卖这个保暖的衣服啊。咱们一眼望去啊，几乎看不到什么年轻人啊。东北的典型景象，卖这个燕麦片，卖花生啊，这个太有市井气息了。这些炸串啊，然后放到油锅里面炸一下，又拿出来就可以卖了。赶集哈，慢慢拿好就炸串。这个叫宽甸满族自治县啊，宽甸满族自治县达远镇。下面卖这个不知道是这边特色吗？我看很多卖花生酱、芝麻酱的，还有卖花生油、芝麻油、紫苏油啊等等的。这台车刮到了，司机下车检查。现在快中午12点了，在这不知道司机是下来吃饭还是什么。看一看这个宽甸满族自治县。这么怕人呢？隔壁呢有一家这个雪莲花羊汤哈，可怜的羊啊，待宰的羊，跑山羊、羊汤、羊肉啊。司机在便利店吃个泡面的时间，我也来这边买点干粮，因为中午12点了，估计还有2个小时才到吉安市。咱们能看到那个是满族的文字啊，汉字跟满族文，主要是卖这些保暖的衣物啊。
有什么馒头吗？感觉真的争分夺秒呀！哦，这个早市收摊了。超市8.5元买2个包子。宽甸满族自治县布达远镇啊，这好像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到一个满族自治县，也是第一次看到在政府单位的牌子上写着的满文。你看，到处有看到这个叫此生必驾 G331国道，最美东北边境国道。辽宁农商银行，还没到吉林省。你看这个三轮车都装上这个防滑链了哈。文江野生鱼啊，下雪好多天了。这个藏在山林中的小镇，四周是覆盖着白雪的田野，不由想起在东北常能听到人们说人口流失，年轻人在较大城市定居或南方务工，所以在这宽甸满族自治县的街道上能看到的都是步履蹒跚的老人。在东北常能听说有能力有条件的老人，寒冷冬天都像候鸟一样迁徙到温暖的南方过冬，留下来的人大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守着这个有点寂寞的小镇吧。无论往南到丹东或者往北到吉安，都有不短的里程，这样它显得有些无人问津，孤零零地落在山峦之中。不仅北风凛冽寒冷，而且昼短夜长。我尝试去想象，如果孤独地在这里度过一个寒冬，那是何等的漫长。这是红豆沙的，吃鸡啊，在这里吃方便面，我跑大老远去，这就有卖。这包，这是巧克力味的，这个才是红豆沙的。这早我都没吃。我们很快就会到一个景点，叫浑江大转弯观景台。这是一个朝鲜族乡镇，山道河朝鲜族民俗村。你下去给你递路线。谢谢啊。小自行车。下路和朝鲜族乡。很快啊，左边呢，我们将看到浑江大转弯。那么浑江呢，会流入到鸭绿江。看一下浑江辣白菜，
这浑江是真的秀美啊！刚才在浑江大转弯观景台那里，如果是停下的话，太好了，那个景色又开阔又壮丽，可惜没拍到。就居高临下望一个，就是藏在山谷里面的一湾碧水啊，就很美。吉安最美，因为有你啊！应该是进入到吉林的吉安的地界了啊。这里有一个百年老榆观景台啊，这个百年老榆树。吉安是一个中朝边境嘛，生活在边界城市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因为啥？那朝鲜的江对面就是，跟你像这个过的，你过不去啊，也没有什么来往。从疫情之后他就封了，这个一开始封上就是走像走边贸易，主要是贸易什么的，你说也搞旅游，也搞旅游团啊，3日游多少钱？花了700-800块钱，他那个。又看到铁丝网了。凉水朝鲜竹香。4块一个。拿起啊，不是你吃吧，给我吃。师傅吆喝了一声，一名卖冰糖葫芦的姐上车，跟司机同款的冰糖葫芦。好困。还挺好吃的，酸酸甜甜的。中国就拿17个。铁丝网外的朝鲜啊，玉米庄稼地也覆盖了白雪啊。这个地方在修那个铁丝网啊。到吉安市区了。